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怡元。今天我们是来看2377这一次1v3的 KVK 成绩。我知道这个影片有点慢了那么这一次获得 MVP 的玩家依旧还是那几位啦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俄罗斯父子 BT Cyborg， 但是这一次还有突围了另外一位玩家，就是 Canada， 并且我们上次才刚创造了一个新的纪录，就是单 KVK 击杀最高的纪录，没有想到他这一次就突破了纪录。上一次 BT 赛博所创下的纪录就是在一个赛季里面击杀11亿的部队，并且是1-1，甚至有一点亏的。但是这一次 Canada 的成绩不单只是比上次 BT 赛博还要更高，就连他的击杀数据也是比起 BT 赛博还要更好。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前100名的玩家啦，其实我们看到大多数的名字呢都是来自2377阵营的，就有包括2377还有他们的盟友3473也是榜上有名的，但是也是有包括一些其他阵营的玩家啦，并不是只有2377，只是比较多还是来自2377的。那么治疗2377比较多也算是正常啊，毕竟他们一个阵营要面对3个阵营，所以自然而然他们的治疗会比较多，他们拿到的击杀也会比较多，因为敌人一直源源不断的来，并且劣势方通常提升击杀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毕竟他们这个地图是1v3的地图嘛，那他们只有一个阵营的玩家，我们算成2个王国啦，还有包括3473，那敌人那边呢总共有7个王国这么多，就是大家可以分摊伤害啦，就不一定是自己所打出来的击杀，有可能是你的队友。但是2377跟3473毕竟就只有2个王国的玩家而已。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俄罗斯父子，尤其是 Mr. Hope， 他又掉了10亿战力，又掉了一个8霸。哇，莱恩虽然是比较少那么一点了，但是他这边的阵亡也是很多了，差不多接近10亿了。那究竟是有多么夸张呢？你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从第3名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断层了，跟前面第1跟第2名的俄罗斯父子相比是真的天差地别。其他玩家都阵亡了好几千万吧，就只有他们阵亡了这么多10亿。不过等一下我们做一个数据对比吧，他们上一次的数据跟这一次的数据相差多少。OK， 那么这边数据看下来，虽然这一次俄罗斯父子也是阵亡蛮多的，但是上一次的记录还是比较高一点。这一次的阵亡数据是102嘛，上一次是108还有106，而且上一次莱恩阵亡比较多的部队，这一次少了一点，几乎是说每个赛季都阵亡10亿部队吧，这个消耗量真的是太大，要花的钱也很多。这个是目前俄罗斯父子拥有的战力，我记得他们进地图的时候大概有25亿或者是26亿左右，现在这2个账号还剩下15亿，但是15亿战力还是很高。而且我们还没有计算返还的部队啊，如果返还部队的话，他们依旧还是有20亿左右的，所以他们这2个账号依旧还是目前战力最高的账号，而且他们这一次阵亡的部队都没有办法打败自己上一次的记录。而且我觉得最夸张的还是断层的问题啊！你们可以看到第3名这边阵亡2000万，上面都是阵亡9000万甚至1亿部队。这些联盟数据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，所以我们直接看王国这边的数据。在王国数据这边你们可以看到很严重的断层了，就是看到2377这个王国它的数据跟其他王国的数据是差超级远的。并且不是只有2377而已啊，还有包括他们的盟友就是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的王国3473表现也很好，基本上他们的数据都是在前5名的。那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，我已经做了一个列表给各位看。那么在刚刚的数据呢，我都已经展示给大家看了，2377的数据呢几乎都是排在第1名的，那再加上他们的盟友3473呢，基本上是直接碾压了其他阵营的数据。如果我们只是比较每个阵营的数据的话，其实没有一个阵营是数据比2377还有3473还要更高的，几乎是碾压他们。那毕竟这一次的 KVK 是1v3啊，所以我把3个阵营的数据加起来了，变成黄色的那一排，也就是最下面的那一排。那我们比较起2377的数据，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3个阵营的治疗是比起2377还要更多的，但是击杀拿的比2377还要更少。也就等于说呢，其实2377他们的击杀数据呢是赚的，这个是让我感到比较意外的吧。通常劣势方他们的数据都会比较糟糕一点，没有想到反而他们是比较赚的，3个阵营那边反而还比较亏一点而且3个阵营加起来的总击杀都没有比起一个阵营还要更多，这个是挺离谱的事情。
并且3个阵营的阵亡也比起2377还要更多，毕竟我在前面就讲过了嘛，他们的击杀数据是比较糟糕的，那你数据比较糟糕，阵亡比较多也算是挺合理的吧。所以严格来讲，这一次2377的 KVK 整体上来说不亏，比起上一次比较亏一点。那么既然都说到上一次 KVK 了，我们就比较一下上一次 KVK 跟这一次 KVK 的数据吧，到底有没有超越上一次的记录。那显然的，这一次的记录也是没有办法打破上一次的记录啦。不过这一次的记录也算是挺夸张的，就比如说这一次的击杀，上一次只是单2377一个王国而已，他们的击杀就已经有378亿了。但是这一次有2个王国加在一起嘛，他们的数据有361亿，所以还是比较少一点，甚至是2个王国加起来的总数。并且你们可以看到960这边的击杀数据才是最夸张的，一个王国有404亿的击杀在3个赛季，所以目前来说还是很难超越啦。不过感到欣慰的就是2377这一次的击杀数据真的有比较好一点了，比起上一次，毕竟上一次他们面对的敌人就是960啊，也不好打。并且这一次他们的 KVK 我都有在跟踪啊，还有包括他们后面还有反抗要试图打入皇庭，虽然1天之内就已经结束了，但是每一次我看他们打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2377那边有很多 SVIP 的特效，然而3阵营那边可能就只有2-3位玩家有 SVIP 特效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差距啦，玩家的质量。但是我还是得说那一句话啦，2377的数据等于3个阵营的数据，不代表说这一次 1v3 的 KVK 是公平的。但是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也不觉得说这一次的 KVK 2v2 是公平的，因为这一次的匹配结果本来就不公平。因为2377这一次的数据呢是等于2个阵营的数据，所以不管跟谁合作的好都是不公平的，但是 1v3 更加不公平。那么最后来到了我们最喜欢的环节，就是看玩家的击杀数据如何。那当然我这个击杀数据呢是没有算上阵亡的，如果算上阵亡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偏差，我这边我只是计算治疗还有击杀而已。那么这里也是恭喜 BT 赛博这一次的报告终于不是1-1了，还是有小赚那么一点点，122%的击杀数据。但是比较起这一次击杀最多的玩家 A Canada 还是差比较远了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A Canada 基本上它的报告是赚2倍的，有195%的击杀数据。至于俄罗斯父子呢 ，Wow Lion 的击杀数据会比较糟糕一点，就119%，不过还是有小赚那么一点。然后 Mr. Hope 有129%。那这里看下来，2377的玩家几乎都是有小赚啊，不然报告就是1-1。比较亏的话就只有这个VC 盖这个玩家比较亏一点，他的击杀比例是95%。至于其他阵营的玩家呢，因为我这边的数据只是计算前20到30名左右的玩家而已啊，所以只是看到有2位玩家是来自其他阵营的。最糟糕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名字的玩家 Seraphine， 他这个比较亏一点，他的击杀数据是74%。但是报告不好看就意味着这些玩家是在前面冲锋陷阵啊，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持尊重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玩家，而不是嘲笑这些玩家的击杀比例很糟糕。然后最后来说一下这个 KVK 突破了什么记录吧，就包括击杀最多的玩家单赛季就是 A Canada 已经换人了，原本是 BT 赛博。之前 BT 赛博在一个赛季里面击杀了11亿的部队，那如果我们把这些部队换算成 T5 的击杀的话，那他在上个赛季击杀了220亿的击杀积分。那 A Canada 这边没有显示出来了，不过我们看到他们这一次 KVK 的数据呢，他这一次是击杀了13亿的部队，换算成击杀积分就是260亿，也就是等于 A Canada 它的总击杀的一半，甚至是更多。接下来就要看之后有没有玩家能够超越这个 A Canada 的数据了。以上就是2377 KVK 1v3 的成绩了。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次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